废土城邦濒临覆灭，穿越者陆小峰却凭借前世的军事理论，以弱胜强，反败为胜，在军演中大放异彩，一战成名。铁甲军团必胜，戈隆将军无敌。废品城邦这帮垃圾能撑10分钟啊！碾压局没意思，看戈隆将军就完事了。废土历273年，资源枯竭，战争四起，全息直播废土争霸是这个时代唯一的娱乐。顶住，都给我顶住！不好，队长，奥区失手了，他们的工程车装甲太厚了。此时，蓝方已经全面开始进攻红方，红方危险了。不管了，把老子珍藏的鸟炮全掏出来，把所有炮火都给老子对准他们的工程车。没用的，我们根本打不过他们。此时，指挥所内警报声、爆炸声、哭喊声交织成一片。恶虎看着屏幕上节节败退的战线，颓然地靠在椅子上，小雅双手掩面，肩膀不住地颤抖。这场军演一旦失败，废土城接下来1季度的资源就都没有了，到时候就要死很多人，而他们将成为罪人。为什么我的计划全被看破了？队长，我们的前方防线要全部失守了。就这水平，也叫战争？这个世界军事理论水平极其落后，一群军盲在打仗，真没意思。你说什么？我说红方必胜，你耳朵聋吗？看着此时跳出来的陆小峰，恶虎十分愤怒。一个终日无所事事、靠捡破烂为生的家伙，竟敢在城破人亡的关头说出如此狂悖之言。殊不知，此时的陆小峰已经是穿越而来的另外一个陆小峰了。你一个收破烂的懂什么？队长下令吧，让我毙了这个扰乱军心的家伙。没错，杀了他。陆小峰，你疯了，快给队长道歉！道歉？为什么要道歉？为什么我们的防线被撕碎了？兄弟们正在外面流血牺牲，你告诉我为什么要道歉？你那套乌龟壳战术早就过时了，被人一冲就碎，不正常吗？你敢说我的战术是乌龟壳？不然呢？除了挨打，你还会干什么？我先揍你一顿，让你知道什么叫挨打。队长，别这么激动，打我又没什么用，不如我们来打个赌。赌什么？就赌那位不可一世的戈隆将军。戈隆将军是废土争霸中人气极高的人物，胜率近乎100%。他怎么了？队长，你信不信我能让他直播吃掉他自己的铁甲头盔？戈隆将军平生最喜欢的就是他头上戴的铁甲头盔，他将头盔视为荣誉的象征。陆小峰这句看似玩笑的话，让指挥所里绝望的气氛稍稍缓和。城墙在猛烈的炮火中不断崩塌，碎石飞溅，城内警报声、爆炸声、惨叫声混成一片。此时，蓝方的铁甲军团炮火即将撕碎废品城邦最后的屏障。你是说让那个不可一世的戈隆将军吃掉自己的铁甲头盔？对，我有办法。谁信他呀？他就一个捣鼓破烂的家伙。等等看他怎么收场。恶虎还是不敢相信陆小峰，选择置之不理。然而，仅仅是过了几分钟，红方就已经全面溃败。陆小峰，你说你有办法对吧？办法呢？口出狂言是要付出代价的。急什么？还没打进阵地呢。再说了，现在指挥官又不是我能怎么办呢？那你快说你的办法，我的人快死光了。很简单，不守不就好了。不守阵地，那我们守什么？这次军演，红方最终的胜利条件是拿下敌方的指挥所，而蓝方的胜利条件是歼灭红方的有生力量。放弃城墙，化整为零，用这些废弃的地下管道跟他们打游击，再用城里堆积如山的垃圾给他们做几个惊险的陷阱。这是让我们去送死。躲进下水道当老鼠，我宁可战死。临阵脱逃，恶虎老大不能听他的。在这个军事理论匮乏的世界，绝大多数的人都只会固守阵地，在他们看来，放弃阵地就等于认输。你到底想干什么？虎，从现在开始，如果想活命，那就听我的。我可不想像你们一样守着这破阵地等死。明明有反败为胜的机会，却守着这个破阵地，有什么意义呢？此时，外围的阵地已经被攻破了。不好了，北墙被攻破了。怎么会这样？完了，跟他们拼了！完了，全完了。现在还觉得我的战术是胡闹吗？此时，恶虎已经别无他法了，只能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大言不惭的年轻人身上。好，我赌了。从现在起，我授权你临时全权指挥。临时不够，你还想要什么？我要的是全部的指挥权，我要保证我能掌控全局。你只有拥有完全的指挥权，我才能确保计划不出现问题。虎，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跑腿小弟了。全场哗然，都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废品城邦的指挥官。恶虎在众人心目中已经算得上是一位好军官了，但陆小峰不过是一个捣鼓破烂的新人，自然没有人服气他。凭什么让你指挥？你个收破烂的懂什么？
大队长，你就这么把指挥权交出去了？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面对一声声的质疑，陆小峰丝毫不理。都说完了吗？说完了就听我命令，1到8小队立刻放弃阵地。什么？放弃阵地？在众人固化的思想中，就等于认输了。第1到第8小队化整为零，全部进入地下管道去掏敌人的后路。第9小队和第10小队留下。用这些给我造300个废品假人，咱们给戈隆将军唱一出空城计。此时众人一脸懵逼。空城计？什么是空城计？完全没有听说过。这小子该不会是在胡言乱语吧？放弃阵地，用垃圾当诱饵。你他妈就是个疯子！你是想让我们所有人都去送死？我看你就是铁甲军团派来的奸细。奸细？就凭你们这群只会守着破阵地等死的蠢货，也配质疑我的决定？此时陆小峰身上的气场变得有些深沉，像一个打仗多年的老将军。现在我给你们2个选择，要么滚去执行命令，要么我现在就撤掉你们职位，换一批听话的人来。我知道你们不服气，看清楚，铁甲军团的工程车是直线推进，他们最强的点也是他们最蠢的点，他们的侧翼和后方就是致命的弱点，我们的地下管道就是一把把插向他们心脏的尖刀。我明白了，小雅的军事理论还是可以的，只不过实战经验有些不足。我们制造的假人是诱饵，是障眼法，同时也是心理战。我要让戈隆以为我们还在阵地上死守，等他大军冲进一座空城迎接他们的，将是整个废品城为他们准备的垃圾盛宴。顿时，小队长们心中不服变成了敬佩，毕竟他们也是实战众多的人，只不过思想被固化了罢了。原来是这样的，高，实在是太高了，这招简直是绝了。哈哈哈哈！笑死我了！废品城邦没人了，阵地都不要了。那个新来的指挥官是傻子吧？这叫战术性撤退，这他妈就是逃跑！怂包，懦夫，这还打个屁啊！赶紧投降吧！戈隆将军威武，坐等铁甲军团把他们碾成渣。绝大部分不知情的人都在质疑这个新来的愣头青。这个世界的人的思想早已经固化。陆小峰，外面的人好像都在骂我们。骂吧，他们现在骂得越凶，等会儿脸就会被打得越肿。一队队士兵在队长的带领下，迅速而有序地钻入一个个漆黑的地下管道入口，消失在黑暗中。9、10小队的士兵们手忙脚乱，用各种废铁、破布、塑料瓶，热火朝天地制造出一个个奇形怪状的废品假人。一个个假人被迅速摆在城墙上、指挥所窗前，远远看去，黑压压一片，仿佛人头攒动，严阵以待。10个小队按照陆小峰的命令，有条不紊地行动着。与此同时，蓝方已经攻破阵地防线，朝着指挥所冲了过来。小峰，他们真的上钩了。别急，好戏才刚刚开始。面对直播间弹幕的无数质疑，陆小峰仅仅是淡然一笑。毕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是吧，阿蛇，这就跑路了？笑死我了！这不会就是你们选的指挥官吧？这不纯怂货吗？退钱！老子是来看铁甲真男人硬碰硬的，不是来看你们两边调情的。陆指挥，这弹幕都快把咱们骂死了。是啊，他们都说我们是临阵脱逃的懦夫。无所谓，让他们狗叫算了。他们叫得越凶，一会儿他们的脸才会嘎嘎疼。就在全网嘲讽达到顶峰的时候，2位重量级嘉宾突然空降直播间。卧槽，这不是人类联邦最牛叉的历史军事家顾教授吗？旁边那个好像是地区防卫军的总司令龙将军。各位观众不要急着下定论，这位年轻指挥官的战术看似荒唐，实则妙不可言。没错，这位指挥官的战术其实不是逃跑，这是典型的诱敌深入，避实击虚，是古老智慧的颠覆性应用。啥玩意？顾教授和龙将军都说好，我耳朵出问题了。不明觉厉，难道说这小子真是个隐藏的天才？演的吧，这他喵的绝对是节目组请的托儿。只不过哪怕是2位大人物发言了，但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陆小峰的战术。你们看，废品城邦地形复杂，宛若迷宫。陆小峰放弃阵地，就是要把战场从开阔地拖入对自己最有利的环境。只要蓝方铁甲军团的重型工程车进入废品城邦，在狭窄空间里跟废铁也没什么区别了。而陆小峰的人可以化整为零，利用地形把敌人活活拖死。随着2位专家的分析，直播间的观众已经有一部分恍然大悟了。卧槽，原来是这样子，我错怪陆神了，对不起。这 TMD 才是顶级战术大师啊，这显得我好像傻子。陆神，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唯一的陆神，全体起立！舆论瞬间反转，嘲讽变成了崇拜。陆小峰的名字第一次被冠以神的称号。废物，一群只会耍嘴皮子的专家，给老子接通直播，老子要亲自跟这群蠢货说几句。一个毛头小子也配叫神？听好了，我戈隆现在下令，3支主力工程队全军出击，3小时内，要是他不平这个垃圾堆，我戈隆就对着全世界的观众直播生吃我的铁甲头盔。哪怕知道了陆小峰的计划，
但戈隆坚信，凭借强大的武器装备优势，不管任何计谋，他都能一路碾压过去。全力进攻的戈隆大军势不可挡，陆小峰这边已经岌岌可危了。哈哈哈，三路齐出，废品城邦，今天就是你的末日。将军英明，他们已经被吓得龟缩起来了。哈哈哈，废品城邦怂了，坐等铁甲军团碾压。那个新来的指挥官就是个小丑。哪怕有前面2位大人物的解说，但此时大部分的观众还是相信眼睛看到的事实。陆小峰，他们3路主力都出来了。我们的兵力太分散了，真的行吗？急什么？好戏才刚刚开始。突然，刺耳的摩托轰鸣声由远及近，红方的一个小队遭遇了3个蓝方小队的围攻。这下不仅仅是装备差距，人数上都不如对方了。跑啊！怎么不跑了？要是不跑，等会屁股就要痛了哦！结！卧槽，遭遇了，正面撞上了。1个小队打3个小队，装备还被碾压了，这下死定了！完了，要被一锅端了！可恶，中埋伏了！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废品小队在劫难逃时，破旧卡车内一道刺耳的战报提示音突然响起：敌方增援部队全歼，我方0伤亡。什么？此刻直播间弹幕在静止1秒后，以10倍的速度爆炸。我瞎了，0伤亡全歼，这 TM 是怎么办到的？开挂了吧！所有的蓝方士兵以为假人是红方的士兵，全部围了上去。结果等待他们的有面对面的炸弹。如今近距离接触炸弹，除了死亡，没有其他的结果了。而此时躲在地下的红方小队却无一伤亡。将军，不好了，第3增援小队全军覆没，1个都没回来。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戈隆将军，全世界都看着呢，直播吃头盔。老铁们想看将军吃什么口味的？我选麻辣。戈隆吃头盔，戈隆吃头盔，戈隆吃头盔。能量棒虽然不好吃，但总比头盔强吧？耻辱，这是奇耻大辱。将军，废品城邦，他们好像不一样了。一群收破烂的，能有什么不一样？肯定是侥幸，是圈套。我倒是要看看他们到底能耍出什么花样。派出所有侦察兵，给我把那个陆小峰的老巢翻出来。在戈隆心中，陆小峰已经进入了必杀名单。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这小子完全不按套路出牌。观众朋友们，蓝方出动了全部的侦察部队，他们要去哪？废品城邦的指挥中心吗？所有人都不知道陆小峰接下来的计划，哪怕是进入直播间的2位大人物。不对劲，9分有10分的不对劲。陆小峰没有回防，他去了一座快要报废了的信号基站。哪怕这座信号基站十分破旧，但废品城邦范围内的一切信号传递都得依靠它。在陆小峰的命令下，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陆指挥，咱们不回城，跑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干嘛？看风景。这都火烧屁股了，你还看什么风景啊？嗨，这你就不用管了，让你的人把这些东西布置好就行了。陆指挥，咱们这些废品改装的干扰器真的有用吗？有没有用，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其实对于陆小峰来说，就算这些干扰器傻卵用也无所谓，无非是少了一个据点罢了。自己还有一大堆的办法可以用。报告，前方发现目标，是红方的指挥车，他们在那里。给我上，歼灭他们。那个陆小峰留个活口，老大说要活抓他。啧，可以准备开席了。怎么回事？通讯断了。稳住别浪，这压的是电磁干扰。强烈的电磁干扰让侦察兵们瞬间变成了无头苍蝇。失去了方向，在宛如迷宫的废品城邦是一件致命的事情。蓝方军团的人跟眼瞎的苍蝇一样，连攻击都打不准了。在大型器械进不来的地域，陆小峰的幽灵战法简直是蓝方军团的噩梦。将军，不好了，侦察部队全军覆没，1个都没回来。不可能，这不可能！陆小峰到底想干什么？他不是要打我的指挥所吗？为什么又在信号基站搞伏击？他到底想干什么？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啊，戈隆。蓝方军团连番受挫，指挥官戈隆陷入狂怒与迷茫。陆小峰的幽灵战术究竟意欲何为？我一开始就说了，不该直接进攻，应该先派侦察兵的。明明就是派的兵力太分散，要是大军全部聚在一起，红方怎么样都打不过。其实守着打就好了。都给我闭嘴！现在你们该想的是，这陆小峰到底想干什么？一会儿打我侦察兵，一会儿又消失不见。他是想打我的指挥所，还是在耍我玩？将军，这肯定是疲兵之计，想消耗我们。不，他是在为总攻做准备，目标一定是您。看不懂了，陆神到底在第几层？声东击西，
可他到底要打哪捏？不会是打懵了吧？开始瞎搞了。直播间的观众也被陆小峰的诡异打法搞得晕头转向，争论不休。陆指挥，虚假信号准备就绪。很好，按计划行事。救命呀！救命啊！我们是红方指挥所，坐标471859，蓝方火力太猛，指挥所这边顶不住了，请求支援，请求支援。突然，红方废品城邦指挥所突然发出了求援信号。将军截获敌方求援信号，发现他们指挥所了。哈哈哈，陆小峰，你个蠢货！求援的信号不分敌我的发送，果然还是新兵蛋子，这小尾巴终究还是藏不住喽。将军会不会是陷阱？他好像记得蓝方这边并没有派军团去攻打红方指挥所所在的那个坐标吧？不过这位副官一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也就没有说太多。陷阱，这是他最后的挣扎，挣扎吧，哀求吧，然后死吧！全军出击，给我踏平那里！我要让那个陆小峰亲眼看着他的老巢被碾碎。戈隆此时内心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打败陆小峰，挽救自己的名声。自己居然被一个新人被坑了2次，奇耻大辱。啧，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这小子是在玩弄戈隆的心理啊！他先用游击战让戈隆疲于奔命，疑神疑鬼，又干扰信号塔，让戈隆的军团没了眼睛，再用一个看似真实的指挥所作为诱饵，甚至利用了垃圾场的全息投影，制造出人影晃动的幻象。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戈隆现在就像一头被蒙住眼睛的蛮牛。不过，我还是不知道，这小子到底要怎么取得最终的胜利。装备和人数上的双重优势，哪怕陆小峰的计划多么完美，但感觉还是希望不大。此时，顾教授和龙将军已经大概知道陆小峰的计划了，但具体后手还未看清。陆指挥，他们全去了。鱼儿上钩了。虎，是时候给他们送一份大礼了。此时，戈隆已经将大军汇合，直冲红方指挥所。此时，真正的杀招正悄无声息地刺向蓝方铁甲军团的心脏。妈的，戈隆将军也太小心了。就是主力都去端老巢了，还让我们巡逻。这破地方能有什么？一群收破烂的。他们没有注意到脚下的阴影中10几双眼睛正冷冷地注视着他们。哈哈哈哈，看到了吗？将军英明，那陆小峰果然是个蠢货。他以为我会上当，真是天真。主力军团马上就能踏平那个假指挥所了。传我命令，全军突击！我要让全废土的人看看，跟我戈隆作对的下场。可以吩咐后厨准备庆功宴了，一边吃一边看红方被我的大军推平吧。敌人的巡逻队堵住了必经之路，一场遭遇战在所难免。报告，第3区一切正常，完毕。就在他话音落下的下一刻，陷阱有埋伏。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地面的小队成员如猎豹般扑出，手中的短刃在夜色中划出致命的寒光。整个过程不到30秒，战斗结束，现场只剩下被铁网困住的摩托车和一地尸体。障碍清除，继续前进。按照命令，将干扰器开到最大，换上蓝方的衣服，分一半的人向我们自己的指挥所靠近。卧槽，刚才那是什么？秒杀了！这才是废品城邦的真正实力吗？太狠了！戈隆还想开庆功宴呢，家都要被偷了。教科书般的渗透和伏击，这支小队的战术素养极高。他们利用了每一寸地形，把垃圾变成了最致命的武器。而且不仅仅是这一处战斗如此，整个废品迷宫内这种小型战斗数不胜数。是的，戈隆他已经输了。虽然蓝方的防御布置看起来固若金汤，但这些防御在废土幽灵面前形同虚设。他们距离戈隆只剩下1墙之隔。等抓到那个陆小峰，我要让他直播吃自己的鞋，哈哈。此时，因为信号塔被干扰，戈隆还不知道蓝方军团已经全面溃败。戈隆准备的庆功宴即将变成了他的断头饭。废土幽灵已就位，准备斩首。各小队注意，按计划行动，开始行动。反攻的时刻到来了。哼，陆小峰就这点本事，红方的指挥所都快要被我端掉了，结果到现在都不敢露头。此时戈隆还以为在红方指挥所附近那些穿着蓝方衣服的人是自己人，可没想到是换了衣服的红方军团罢了。将军神威，他肯定是被吓破胆了。还是不能大意，加强戒备。不过我倒要看看这只老鼠能躲到什么时候。然而戈隆并不知道，一张死亡大网已经悄然张开。报告将军，电力系统被破坏了。什么？怎么回事？引爆！爆炸声和枪声瞬间响起，红方的突击队一拥而上，全部斩杀，一个不留。红方的卫兵们如同一把把来自地狱的利刃，疯狂收割着蓝方成员的生命。不好了，将军，A 大失手。
完了，B 小也失手了，他们还在突破。废物啊！你们都是废物！陆小峰，老子要杀了你！哟，戈龙将军，晚上好啊！哎，本来还想玩玩，可惜你的重甲军团有点不堪一击了呢。乳臭未干的小子，你懂什么？你不过是运气好罢了。啊，对，我运气好，只知道堆砌装甲，却不懂什么是战争的艺术。你的失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陆小峰的话仿佛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戈龙的心态彻底崩溃。可恶啊！我到底输在哪里？这小子确实有点出乎意料了。没错，谁能想到这小子直接放弃了自己的大本营，中途在杀了蓝方的成员后，还穿上蓝方成员的衣服继续伪装。戈龙最后输就输在这里，如果他让大军回防，那陆小峰就攻不下蓝方指挥所了。其实很多人都陷入一个误区，指挥所最重要的其实是指挥员，而不是那个名叫指挥所的地方。更何况红方的胜利条件本来就是拿下蓝方的指挥所，如果中途蓝方固守指挥所，那戈龙也许赢不了，但不一定会输。哎，戈龙还是太年轻了，狂妄自大往往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陆小峰，你别得意，你以为这样就能赢我了吗？我还有最终兵器，那是个什么奇奇怪怪的玩意啊？好像是旧世界的工程机械。巨大的挖掘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如同一只钢铁巨兽。在此时的废土世界中，它就是最终兵器。拿着普通武器的红方士兵，面对这钢铁巨兽，一点抵抗的能力都没有。陆指挥，顶不住了，那台挖掘机太猛了。别慌，一个破挖掘机而已，瞧把你吓的。闹嘛呢？搞了半天，这最终的兵器就是这台巨型挖掘机。不过这挖掘机倒是跟如今的科技看起来不太一样。这还叫破？他快把我们的小队碾碎了。看到那个铁疙瘩屁股后面那根又粗又黑的管子了吗？那是柴油机的排气管和能源供给线。对的，打掉那玩意就好了，多带点视念。狙击手听令，给我打断挖掘机后面的管子。收到，目标锁定能源供给线。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战场的喧嚣。陆神牛逼，陆神天神下凡，一锤全部。啧，戈龙好像要吃头盔了吧？太精彩了，没想到这都能反败为胜。我戈龙愿赌服输。这只是个开始，废土之下还藏着奇奇怪怪的东西。话音刚落，陆小峰手臂上的军官徽章突然亮起耀眼的蓝光，投射出一幅立体的全息地图。不好，他们要苏醒了，这个世界又要崩塌了。苏醒了，猎杀时刻。耶，这么快就来了？导演，这是新加的演习环节嘛？这个特效有点吓人啊！这不是演习，快切断直播信号！来不及了，这是联邦最高级别的灭世级警报，它在历史上从未被触发过。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妈妈，那是什么？好怕怕！老妈也不知道啊，但如果那些东西冲过来，等会去见你老妈的老妈，可能就知道了。有点意思，现在来送死的都这么有仪式感吗？老大打不动啊，他们压根不怕子弹。主报快跑，对面开挂了！举报，必须举报！坏了，刚粉上的军神，这下要被重塌房了。太奶，我要来见你了！直播间内一片混乱。陆指挥，前线顶不住了，请求战术指导。全线撤退。什么？撤退？阵地上的兄弟们怎么办？我说全线撤退，你耳朵聋吗？把城邦外围区全送给他们。你个败家子！老子今天就算战死在这里，从这跳下去也绝不听你的鬼话。通讯器里传来嘟嘟的忙音，陆小峰甚至贴心的帮他按了静音。好，哼，格局小了。我请藏在地下多年的榜一大哥们听个曲，再看个烟花秀。这他妈的是假人！突然，神曲被切断，超大功率的音响里传出贱兮兮的嘲讽声。你过来呀！温馨提示：我们已为您购买意外险，请放金白给。吵死了！把那些破喇叭给我封成渣。那个枯骨军团正在进行非常规的战术推进，场面一度十分激烈。笑死我了！年度最佳喜剧片，我都怀疑陆神是不是让一堆精神病人出来演戏了。枯骨军团说，我当时害怕极了，然后把那堆破铜烂铁打成了筛子。疯了，太疯了！这不是空城计，这是游乐园。
把敌人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最重要的是，陆指挥的计划让敌人有一种很气但又打不到我的感觉，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冲动了。各位小朋友，玩得开心吗？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们，现在免费阶段结束了，现在开始付费内容。话音刚落，整片区域的地面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不同小山的地面突然弹出一个巨大的弹簧床，把它弹飞。一块香蕉皮丢在枯藤的脸上，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较强。这特么是战争，不是整蛊节目啊喂！全息地图上，代表枯骨军团的一大坨红点被挤在峡谷里。陆小峰靠在指挥椅上，悠闲地看着全息地图。老大，光能打骨头了，下一步咋整？在线等，挺急的。别急，真正的付费节目马上开始。准备替对面奏响一个死亡摇滚第一曲《重金属狂潮》。枯骨勇士驾到，通通给我闪开！啊！这位枯骨军团的成员一看就很年轻啊，躺下就睡，真安详。红塔妈妈，烧他全家，冲！堆积如山的金属废品发出了雷鸣般的咆哮，组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钢铁洪流。哦，不对，是钢铁泥石流。我操！物理学生剑，这是现实版的多米诺骨牌吗？真好玩！关门打狗算什么？这是连狗带盆带狗两场一起端了。我宣布，这是本年度最佳行为艺术，太雅了。此时，枯藤已经发现了恶虎以及他所带的小队了。原来你们这群爬虫藏在这里，别跑！我去，玩脱了，这东西怎么这么猛啊！弟兄们，风景扯货！陆指挥，救命啊！鱼虽然上钩了，但这鱼是特喵的蛇鱼啊！枯藤带着他仅存的几个 VIP 卫队，像一群被抢了骨头的疯狗，追着恶虎小队满世界跑。疯狗，真是属疯狗！直播间，观众的心脏坐上了过山车，有观众感慨道：“这演技，奥斯卡欠他一座小金人，感觉再演下去就可以领阵亡抚恤金了。”喵的，陆小凤，这算军功伤，3倍奖励，少1分我跟你没完。虎哥，你什么？你还不快跑，等死啊！恶虎再坚持30秒。30秒，我骨灰都给你扬了。29秒，哦不对，28秒就够了，马上有惊喜。28秒，没事，我遗言都写好了。虎哥，前面是墙。废话，我又不瞎。小老鼠，不跑了？累了？老子歇会儿，不行吗？那要不就躺下休息吧。刘雪芳，时间到，再不开门脑子要变肉酱。小老鼠，颤抖吧！小的们，让他们尝尝我们骷髅军团的铁骨铮铮。千钧一发之际，恶虎身后的金属大门发出嘎吱嘎吱的抗议声，金属大门猛地向两侧划开，一股无形的巨大吸力从门内传来。啥玩意？我操，是陷阱，有埋伏！我恐高啊！大哥，你能不能别对着我喘气？你发什么癫？我们是骷髅，需要喘气吗？年度行为艺术大赏获奖作品《粘人的小妖精》。感谢陆晨送上的人体手办展览，姿势都摆好了，预售链接呢。我宣布，这是我见过最别致的扑街方式。哥们，需要帮忙吗？卑鄙！大清早的，鬼哭狼嚎，还让不让人好好享受早安咖啡了？在绝对的物理学面前，枯藤的愤怒就像一个打不着火的打火机。无耻的懦夫，有种就和我堂堂正正的打一场。打一场？哎，你看看你，吸在墙上像只大壁虎，还怎么打？用头锤吗？就你，我家狗跟你单挑都算欺负。更何况小朋友才讲单挑，我们成年人只看结果。而我更喜欢群殴和落井下石的毒打。怎么，你要试试看吗？你追求的所谓无勇，不过是别人画的大饼，而且你连给你画饼的人是谁都不知道，真是可怜又可笑。你胡说八道。是吗？那你告诉我，你背后的人是谁？他给了你什么，让你带着这么多人来送死？你看看你，带了这么多小弟出来，结果一个人都没带回去，甚至自己也搭进去了。如果真让你回去了，你怎么面对父老乡亲？怎么面见你家祖宗啊？我估计你家祖坟现在应该在冒烟了。杀人诛心，不，这是杀人还要鞭尸，鞭完尸还要把骨灰给扬了呀！这小子
损的是真特摸得到位。好了，粉丝互动环节到此结束。杨丽丽，陆指挥，这就完事了。不然呢？留着他们过年吗？我这可养不起战俘。这边收工了，另外一边也该清场放饭了。废品城邦保卫战以0伤亡的奇葩战绩大获全胜。好小子，0伤亡，你真是个天才。6司令牛逼，机操物6，别激动。他把战争从物理层面上升到了侮辱敌人智商的哲学层面，这已经是天花板级别的教科书胜利了，必定载入联邦军史。啥情况？胜利的 BGM 这么别致吗？陆指挥的军章又简报了。指挥所中央的全息地图疯狂闪烁，上百个人类据点的光标像打地鼠一样，争先恐后的变成了血红色的求救信号。通讯频道里，鬼哭狼嚎声炸成一锅粥。救命！这里是磐石要塞，我们被打了。黑铁阵沦陷，重复，黑铁阵沦陷。救命啊！到处都是怪物。直播间的弹幕从满屏的 YYDS 瞬间被海啸般的问号覆盖。顾教授猛地从座位上弹起。这是全境末日警报，所有据点同时告急。陆指挥，整个废土都在燃烧。此刻不仅仅是废品城邦被入侵，而是整个废土所有的人类据点都同时被攻击了。各据点此刻都在疯狂的请求支援。小峰，情况比我们想的更糟。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入侵，这是一场针对全人类的清除行动。不行了，刚打完团战，蓝都空了，让我回城补个给再送行不行？兄弟，咱就守着咱们这个新手村行不行？好不容易才把废品城邦守下来。是陆指挥，我们不能再出去了。陆小峰沉默了，单靠一个废品城邦这点兵力出去支援其他城邦，完全是杯水车薪。但是陆小峰也明白，一旦其他城邦都被攻破，那么废品城邦的命运也只有一个死字。他们想要我们死，可我偏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完了，刚看到一点希望，又被打回地狱。陆神也分身乏术，他能怎么办？守好废品城邦，别出去送死就行了，留点火种吧。紧急情报，你家隔壁的齿轮镇快被人拆了，那里的兵工厂有制造重型武器的关键设备，绝不能丢。我们刚打完一场恶战，现在去就是送死。送死？不，送是不可能送的，借被子都不可能滴。我要去给他们送一份更大的礼。现在全军出击。陆小峰的目光锁定在地图上那个即将熄灭的光点，眼神危险中带着一丝又可以整活了的兴奋。司令，34啊，我们兵力不足。哎呀，你冷静点，你是不是被盗号了？别让兄弟们去送死啊！撒手！哦。直播间观众听到消息，下巴掉了一地。不是吧？逆风局还要捞？刚粉上的偶像瞬间塌房。他是不是觉得赢了一次就可以把对面当人机打了？完了，这下子连废品城邦都要废了。他到底想干啥？难道他要去偷对面家的屁股？可是敌众我寡。陆小峰无视所有人的反对和不解，悠哉地走到控制台前。那个开个小会，技术组带上键盘，狙击手带上8倍镜，恶虎带上你的脑子，都过来。陆小峰动员人像是跟喊兄弟去网吧上网一样简单。恶虎几个技术宅和狙击手一脸懵逼地围在全息地图前。陆小峰的手指在地图上画出一条堪比心电图的曲折路线，完美绕开了所有正面战场和敌军主力。陆指挥，你手抖啊！这路线图画的跟贪吃蛇似的，还是快撞墙的那种。咱不是去齿轮镇表演一个天神下凡的吗？绕这么大一圈干嘛？还天神下凡呢？你能一锤4吗？等等，这个走位，我怀疑陆神在用脚画地图，但我没有证据。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是熟悉的感觉，是熟悉的味道。陆神又要开始秀操作了。学霸的解题思路，我等学渣连题目都看不懂。陆小峰的手指最终停在了一个地图上毫不起眼的角落，那里只有一个小小的图标，标注着废弃地热能源站。能源站？废弃的？我们去那儿干嘛？郊游吗？谁说救援一定要去战场？我们去把敌人的资源补给给端了。兄弟们，开摆！命令全员放弃救援齿轮镇。啥玩意？摆烂！陆指挥，您再说一遍，我刚好像出现幻听了。目标更改，废弃能源站，懂？一句话让全场的 CPU 都烧了。主播直接开启了，我做小孩那桌。我裂开了，史上第一届摆烂指挥官诞生了。不是哥们，你这摆烂还不如彻底摆烂呢。去废弃能源站干嘛呢？齿轮镇几万兄弟在等死，你他妈带我们去郊游？那什么，冷静点，虎队长，直播呢？我七舅老爷的3外甥女的2姑妈都还在齿轮镇呢，你让我怎么冷静？
抗议，我们不去能源站，我们要救齿轮镇。陆小峰，你是不是买了敌军营？收手吧，外面全是友军。你的决策不符合任何军事逻辑。哪怕是2位军事大佬，这次都不站在陆小峰这边了。哦，是吗？家人们，听我分析，这波是教科书式的白给，我敢打赌他绝对是犯蠢了。如果不是我倒立洗头，董王发话了，稳了，陆小峰输定了。你天了，哥们，陆小峰输了，就等于是我们输了。你那么兴奋干什么？面对所有人的指责和谩骂，陆小峰非但没有愤怒，反而轻蔑一笑。这个时候你还笑得出来？你们看不懂，我不怪你们，毕竟你们段位太低了。陆小峰的手指着地图上画出的红线，那是敌军的进攻路线。敌军推进速度是常规部队的3倍，这跟开了氮气加速没啥区别了。所以我们才要去截胡啊！3倍速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需要3倍以上的能源消耗。他们的行路装备可是吞金兽，打到现在，如果没有资源补给，是完全支撑不了这样的战斗的。齿轮阵是他们放的烟雾弹，这个破能源站才是他们的充电宝啊！你的意思是他们是强弩之末？任何的战争没有能源资源的补给是打不久的。蓝星上的古人早已经告诉我们，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了。陆小峰在全息地图上画了个大大的圈。你们看，敌军这10几条进攻路线，弯弯绕绕，跟贪吃蛇似的，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7条路过这，3条绕着这转圈，跟拜山头一样。你们说，这不是给大哥上供，还能是干啥？所以，如果他们有个秘密的充电宝，那除了这，不做第二选择。经过我的超级无敌量子计算机分析，那座废弃能源站是敌军充电宝的可能性高达99.99%。等等，这玩意儿是碳基生物能算出来的，他开挂了吧？绝对开挂了！开眼了，这次真开眼了！快把我的速效救心丸拿来！不，还是先扶我起来，老夫要给陆神上炷香。我操，这是人干的事，这操作是什么鬼？他脑子里装的是天河2号吗？这都能算出来？我 CPU 直接干烧了。对不起，我刚刚还质疑路神，我这就把我的嘴封上，顺便给您表演一个原地磕头。军事懂王，人呢？坟头草都3米高了，别装死，快出来表演倒立洗头。家人们，谁懂？今天我就是那个小丑，咱说到做到，干了，暴力给。陆指挥，陆爹。我们虽然知道了人家的后备能源地，可那鬼地方的防御系统比我老婆查我私房钱还严。我们这几根葱塞牙缝都不够啊！对，如果我们冲不进去，就是纯属送人头。打什么打？打架多不文明！咱们是新时代的好青年，要响应号召，节约用水，保护环境，所以去帮他们放水，很合理吧？陆小峰的手指在全息地图上一点，一个地下结构图被放大。这是一个洗脚盆。洗脚盆？不是哥们。你什么视力啊？这是一个湖，齿轮镇被围，我们去就是添油送菜的。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湖送给他们，你要炸了它。计划代号水淹七军。都给我抓紧了！屁股后面有几个长翅膀的臭皮苍蝇跟着我们。老大，他们会飞，我们4个轮子跑不过2个翅膀。慌什么？前面左转，进那个山缝缝。那他妈是死胡同，进去就成肉夹馍了。听我的，你负责踩油门，我负责创造奇迹。突击车一个神龙摆尾，硬是把自己塞进了一道窄到连蚂蚁都得侧身过的山体裂缝中。全是精英怪，一个个站得跟电线杆似的，想混进去比登天还难。别急，等他们换防。目标锁定，风速3，距离800，随时可以开火。红外瞄准镜的10字准星锁定了一个正在巡逻的枯骨卫队长。卫队长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猛地转头，恶虎虎躯一震，他抬起了手腕，似乎要按下警报器。一旦警报拉响，突袭计划将宣告破产。一旦警报拉响，突袭计划将宣告破产。让他闭嘴。不等其他卫兵反应，恶虎和几名队员如鬼魅般从阴影中冲出，以手划破喉咙。整个过程不到3秒，巡逻队被全歼，没有发出一丝声音。搞定。 A 区已经解决战斗，很好，钻管子去，找到那几根最粗的柱子。恶虎带队在比他脸还黑的管道里快速蠕动，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和铁锈味。停，前面有红线。一道微弱的红色激光横在管道中间，是幼儿园级别的半发式陷阱。我来吧，
陆小峰小心翼翼地凑过去，用一把小刀缓慢地挑开，剪断引线。随后，小队从管道口滑滑梯一样进入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找到了，就是这3根最胖的承重柱，但是这玩意一看就很结实。别废话了，快！再晚点，我们就要跟这些水一样凉了。众人立刻分头行动，像贴小广告一样，把一堆高能炸药啪啪啪地糊在3根巨柱上。技术员敲下回车键，一个30分钟的倒计时开始跳动。搞定，可以跑路了。小队沿着预定路线跑路，出口的亮光就在眼前。突然，一个巨大的黑影从天而降，砸在他们面前，把路堵得死死的。我操，都是怪铁臂哥！哈哈哈哈！抓到你们了，一群上蹿下跳的小老鼠！开火，揍他丫的！想跑？问过我的拳头了吗？陆小峰打量了一眼铁臂，又将目光移动到通道口。哦，你要遭老罪了，孩子！那个铁皮疙瘩，看这边 ！Come on, baby！ 这一刻，陆小峰的嘲讽技能直接拉满，呆呆的机械军团哪有受过这种挑衅？舒能人、婶婶都忍不住了。小老鼠，你在自寻死路！陆小峰，你他妈是不是被门夹过脑袋？我嘎了无所谓，你嘎了人类就完了。快滚蛋，去出口等我！陆小峰转身就跑，两条腿抡得跟风火轮似的，铁臂被彻底激怒，迈开2条水泥柱子似的大腿，每一步都让整个通道地动山摇。我要把你做成一个球，再一脚踢飞。撤，别耽误他的计划。直播间所有观众的 CPU 都烧了，没人看得懂陆小峰这波我先送了，你们随意的迷惑操作。只见陆小峰一个丝滑无比的滑铲，从一个仅够他自己钻出去的小洞口穿了出去，铁臂紧随其后。你看，我就说嘛，对付傻大个就得用小门制。该死，放我出去！这也行，这卡位也太他妈精准了吧！别看了，快走，等会儿他把自己薅出来了。陆小峰不紧不慢地掏出起爆器，对着被卡住的铁臂露出了一个阳光灿烂、人畜无害的微笑。再见了，铁臂哥，下辈子别长这么胖了。陆神太帅了，我要给他生猴子！麻蛋，这才是真正的毁天灭地，我都快尿了！水淹七军，真不愧是水淹七军，真就把整个能源站给淹了。陆小峰看着全息地图，能源站的图标已经变成了灰色，而在齿轮阵方向，一个巨大的红色箭头集群果然来了个180度急转弯。他们掉头了，冲我们来了，这帮孙子急了。别急，第2幕的好戏才刚刚开始。不好，能源站没了！该死的，全军出击！目标能源站，将那群喜欢钻洞的老鼠杀死。将军，我们不应该继续守着这齿轮阵吗？守你丫的！给我把那个小瘪三找出来，我要亲手把他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齿轮阵敌军指挥官陆爪得知老家被偷，血压飙升，暴跳如雷，亲自带领所有精锐部队回援，是要将陆小峰挫骨扬灰。我的妈呀，这得有几万人吧？闹大，我们这次好像不是捅了马蜂窝，是把整个风场都给炸了。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遮天蔽日的敌军规模，弹幕瞬间消失，所有人都觉得陆小峰这次浪脱了，坟头草估计都要开始长了。此时，陆爪狰狞的脸出现在指挥车的屏幕上，他发起了全频道广播：陆小峰，你个只会钻洞的老鼠，有种别跑，给老子站住！我要用你的头骨当酒杯。真没素质，品味真差。都别闲着，一人一把，开工了！劳动最光荣。开工？干嘛？挖坑。挖坑？我们不跑路，在这挖我们自己的坟。你才给自己挖坟！我这是给那边的贵客安排的一条龙服务。虎哥，老大这是啥新套路？见剑流打野吗？我他妈哪知道，老大的脑回路不能用常理推断，挖就对了，挖深点。面对数万大军的追杀，陆小峰不跑反田，开始组织团队进行土方作业。这神仙操作再次让直播间观众陷入了集体沉思，开始怀疑人生。路都给他们铺好了，来都来了，不走一次多不礼貌。面对数万大军的追杀，陆小峰不光没跑，还反手掏出了工兵铲。这一手阳间操作，直接把所有人的脑回路都给干短路了。虎哥，来了，那帮孙子的先头部队已经到5公里外了。妈的，再快点，最后一组了。来不及了，虎哥，他们速度太快了。技术组，把咱们家那几个最贵的无人机按计划放出去，按计划行事。废品城邦太贫穷了，这几架无人机已经是最后的家底了。
收到，全息投影准备就绪。峡谷另一侧的岔路口，呦的一声投下光柱，一排排闪着5毛特效光泽的联邦装甲坦克凭空出现，背后是复制粘贴出来的步兵方阵，连走路姿势都一模一样。没错，在陷阱还没挖好的危急关头，陆小峰决定先用一场皮影戏来拖延时间。回车内，陆小峰一手叉腰，一手拿着麦克风，模仿着最经典的好莱坞战争片将军的口吻，激情演讲：第一装甲师，给我撞死他们！为了联邦，为了荣耀，为了我们中午能加个鸡腿！乌拉！将军是联邦主力，我们中了10面埋伏、100枚埋伏、1000面埋伏了。不对劲，这画质怎么跟马赛克似的？哼，有意思。管他真的假的，给老子飞一半人过去，把那堆破铜烂铁给我踩成铁饼！怒爪的大军立刻分出一半，像一群打了鸡血的哈士奇，嗷嗷叫着冲向了全息投影。成了，老大牛逼，这帮憨憨真上当啊！这么点小把戏，糊弄鬼呢？雕虫小技就想蒙蔽天听，我可不是机械军团那些没有脑子的铁疙瘩。怒爪的主力部队如黑色潮水般又调转方向，直扑峡谷入口。卧槽，他怎么不按剧本演，全冲我们来了？老大，快摇人！剑劲还没好，我们被包饺子了。计策被识破，演员忘了词。这一次，陆小峰似乎真的玩脱了。老虎，别慌，坐下，常规操作。我要的就是他全军出击，他要是不主动进攻，我还不得劲呢。啊！老大，你说啥？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陆小峰，你个下水道里的臭老鼠，给老子爬出来受死！怒爪以为自己堵住了耗子洞，殊不知他正带着全村老少开开心心地冲进了高压锅。欢迎来到峡谷1日游，各位贵客，来都来了，就留下买路财吧。这不是战争，这是一场惨无人道的物理超度，一场为怒爪军团量身定制的烟火大秀。报告，齿轮阵确认，敌方指挥官已下线，全线溃败，我们赢了。赢了，我们他妈的赢了！不，我们好像输了。峡谷化为炼狱，怒爪军团全军覆没，一场史诗级的大捷，让所有人都陷入了狂欢。赢了，家人们谁懂？我们赢了。老大，你看到了吗？团灭发动机，咱们把他们连人带车一起打包送回老家。不，我们可能输了。老大，你说啥胡话？是不是刚才脑子撞坏了？要不我再给你撞一下？赢得太简单了，跟人机局似的，不正常。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像一盆冰水，瞬间浇灭了所有人的热情。报告，西线急电。念。就在我们执行任务时，西线的一月城、铁壁关等5个边缘城邦因兵力空虚，已被攻陷。这5个边缘城市甚至截断了我们的退路，我们无路可退了。疯狂滚动的弹幕瞬间停滞，一个 ID 叫银月城最后的哨兵的观众头像突然变成了灰色，他最后一条弹幕还停留在屏幕上，那个灰色的头像和弹幕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烙印在所有观众眼中。狗养养的，声东击西，这帮孙子不讲武德。我们赢了团战，结果家被偷了。不仅是家被偷了，回城剑都被人抠了。小峰，我们都被耍了，齿轮阵只是个开胃小菜。敌人的真正主力，一支代号天灾的全新军团，从未出现在正面战场。那他们在哪儿？天上掉下来的？他们绕过了所有防线，目标是我们的首都偏穹城。之前的全境攻击都只是为了调动和分散人类防御力量的烟幕弹，首都已是一座孤城。完了，高地塔全被拉空了，我们现在传送都来不及了。这才是他们真正的一波流战术。一股名为寂了的气息在狭小的指挥车内弥漫开来，浓度高到能让人窒息。守不住的，我们守不住的。此时，绝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失去了斗志，能保持呼吸，就已经是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这声音像一道惊雷，劈开了绝望的死寂。听到声音，所有队员都抬起了头。他们虽然疲惫不堪，眼神却重新变得坚定，仿佛在说：只要陆小峰这个挂逼还在，他们就敢兑现到底。有点意思。老大，你这表情有点吓人呢。那正好，省得我挨个上门送快递了。这波是包邮到家啊！之前枯骨军团以及恐爪军团的战利品，你们都收集了吧？报告老大，都收集了。很好，那把东西都拿过来。老大，这些东西有啥用啊？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天穹城没了。天穹城没了，就抢回来。抢？我们拿什么抢？他们能抢我们的，我们就能抢他们的。什么首都？老子不要了！从今天起，
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地盘。你疯了？这些地方都是小城，没啥用。没用。曾经有一个伟人提出一种战术，世人称之为农村包围城市。他们当王，我们就当匪；他们要秩序，我们就带来混乱。这番听起来极不靠谱的言论，像一道惊雷，劈开了所有人心中的绝望。听老大的，干他娘的！妈的，不当人了！对，小峰说的没错，我们还有反击的机会。复仇，复仇，搞事，搞事，复仇，复仇，搞事，搞事。从今天起，我们不当人了，我们要当比怪物更可怕的怪物。当复仇的火焰被点燃，一条从未有人想过的疯狂之路在陆小峰脚下展开。老大，这玩意的能量回入很奇葩。你看，这个红线连着这个蓝疙瘩，只要通上电，它就能把骨刺射出去。我听不懂，能不能说人话？简单说，这玩意能当插件，直接插人身上，即插即用。很好，改造任务就交给你了。计划代号：光荣的进化。光荣的进化，这名字一听就是实验失败，主角变怪物，最后被村民举着火把追着打的坏结局啊！这些人是银月城的幸存者，同时他们也可以成为战斗力。你们是谁？联邦已经放弃我们了吗？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联邦没有放弃你们，是你们放弃了你们自己。我不是来安慰你们的，我是来问，你们想复仇吗？如果想要复仇，那就回去战斗。可是那群怪物太可怕了，仅仅是一个照念，我们的银月军团就死了大半。是啊，还是因为我们老大他们拼死掩护，才让一部分跑了出来。我可以带领你们走向胜利，这就是证明。陆小峰没有废话，直接将另一块记录晶片丢了过去，上面播放着他们城市被摧毁、平民被屠杀的画面。你们想家吗？想报仇吗？想把敌人的头盖骨当玩屎吗？很简单，加入我们，我会带你们赶走所有的侵略者，收复自己的家园。最直接的仇恨是最好的动员令。我愿意，我们都愿意。几天后，第一批光荣的进化诞生了。就这，加了几条线。来，小子，让虎哥看看你的实力。别怕，哥会用一只手，一根手指头跟你玩。来，小子，掰一个手腕试试。今天让虎哥教教你什么叫力量。下一秒，恶虎那麒麟臂被压到桌上，动弹不得。卧槽，我可是拥有 B 级的力量。这家伙之前顶天就一个 B 级，就改造这一下，力量就超过我了。我不要面子的呗，我才是需要被改造的那个。不会吧？不错，你的实验很成功。那还是陆指挥的方法好，从来没有人会想到用怪物的东西改造战士的，您可是第一个。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改造战士的理念比这边要先进得多。反正你可以多做尝试，让我们的战士都变得更加强大。收到，保证让我们的部队画风越来越清晰。报告，我们的侦察兵观察到黑钢镇彻底沦陷，上千万民众等待救援。这次恐怕要经历一场恶战了。马上开展救援行动。陆小峰心中知道，这次的任务比以往更加艰难，因为之前仅仅是歼灭战，这次是救援，救援的难度无疑比歼灭难上不知道多少倍。我操，闹鬼了，有鬼啊！都给老子把枪口放下！你们是在打空气吧？打空气不要钱啊！看不见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妈妈，这里有挂，他开了隐身挂，我要举报。那个孙子装神弄鬼，有种出来跟爷爷我拼刺刀！妈的，还挺疼，还好穿了层护甲，不然手就报废了。陆小峰通过无人机镜头，冷静地看着战场上的混乱。他在看的是敌人移动时地面被轻微扬起的尘土。小样儿，走位还挺骚，全体都有。老大，快想个办法，兄弟们快顶不住了。别急，先让那群隐身怪物吃点东西。啊，老大你没病吧？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让我们开席？别废话，打开你们的单兵口粮，把里面的面粉袋拿出来。老大，这是要干啥？撒豆成兵了？咱也没学过这道法。听我口令，都给老子把面粉撒出去，给这片空气抹点白粉。随着陆小峰一声令下，上百个面粉袋被扔向空中，刹那间，白色的粉末如下雪般纷纷扬扬，覆盖了整个战场。卧槽，血人成精了！小瘪三，你掉色喽！好家伙，
真是好家伙，不愧是陆神。免费让这些隐身的怪物现形，这谁想得到？兄弟们，我走了，我妈让我现在去商店买面粉了。不对劲，安静的太过分了，连个鬼影都没有，人呢？众人走到市中心广场，看到一个能量球悬浮在半空，缓缓旋转，散发着诡异的光芒。这什么玩意儿？看着就邪门。所有人准备战斗！欢迎来到至王者的精神领域，在这里你可以亲手刀了你最好的兄弟。好啊你，原来是你小子把我泡面里的调料包换成了洗衣粉。广场上乱作一团，士兵们因为你瞅啥，瞅你咋地，你踩我脚了，你上次欠我的5毛钱还没还等各种鸡毛蒜皮的理由大打出手，场面一度非常感人。胡子，我好想，快过来！有啥？你没死？最温柔的呼唤，往往是最致命的陷阱。指挥车内，陆小峰也受到了影响，他痛苦地抱着头，青筋暴起，但他猛地给了自己一巴掌，清脆的响声让他恢复了一丝清明。一旁小雅已经捂住头倒地不起了。小雅，技术员，你们俩还好吗？醒醒！老大，我感觉我的脑子正在被格式化。别格了，快飞进全程广播系统，给我整个活儿。干什么？用魔法打败魔法，给我放那首最上头最土的歌，音量拉满。哦。这堪称降维打击的精神污染，像一个巨大的窜天猴，在所有人的天灵盖里炸开了花。你对我的精神领域做了什么？哎呀！卑微的虫子，竟敢用噪音污染我高贵的艺术，感受绝望吗？现在给爷跪下，唱征服。啊！我的脑子要从鼻孔里流出去了，是时候拿出我影帝级别的表演了。老大，那玩意儿开大，快撑不住了。二虎，听我命令。老大，你说，我听着呢。带人去广场中央挖个坑，把自己埋了。啊，不对，是挖地道。啥？挖地道？老大，你是不是被攻击成傻子了？这都啥时候了，还搞基建？紧急研发的挖掘机哪家强限定版手套，附带拆迁办认证。我靠，好东西啊！兄弟们，开工！今天咱们就是土拨鼠军团，不把这地刨穿，咱们都别想下班。3721 4728，可恶！你休想让我忘掉惩罚口诀。你的意志在我面前就像一张薄纸，放弃吧，人类！我都快憋不住笑了，这八爪鱼太蠢了！快，再快点，赶在老大领盒饭之前！嘿嘿，摸到了，好粗，好硬，我好喜欢。现在我要把它掰断了。我投降。呵，早这样不就完了？很好，现在告诉我你们所有的秘密。可以啊，小宝贝，你上当了。你干了什么？我的核心怎么被破坏了？哼，也没什么，就是给你物理断网了。卧倒要爆炸了！兄弟，你喉结，挺别致哈。天啊，兄弟，差点让你变姐妹了。醒了就行，妈蛋！再晚几秒，咱们军团就要内部消化。不，我的网络，我的领域，你怎么敢？你的东西很不错，现在归我了。太他妈的惊险了！这次还好陆指挥机智，不然真的要记了。没想到这小子给那八爪鱼来了个釜底抽薪，偷了人老家，不然就危险喽。连赢几场漂亮仗，估计天穹城的那位坐不住了。来，为我们老大牛逼干杯！谁不喝完谁是狗。是该好好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呵，老大牛逼！兄弟，咋样？跟着我们老大，是不是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胡哥，你就是我亲哥，老大就是我暂生父母，我们终于有家，以后我给你养老送终。
公公滚！你那点退休金还不够我买吃喝的，吃你的吧。老大，这玩意是个宝藏，它的灵能算法能让我们的科技飞跃10年以上。而且这块核心芯片蕴含的能量非常巨大，甚至可以提供一整个城市的能源需求。有了这个，我们就可以研究一些强大的终极武器了。别高兴得太早。我是说，别高兴得太早，这只是开始。淮阳之王者，2只精锐居然毁于一群虫子之手。通知瘟疫军团，给我向黑铁镇往死里投毒。你使诈，你手上抹油了。虎哥，你再用点力，我感觉你已经快赢了。虎哥，人不行，别怪路不平了。放屁，我这是让着他。其实你不让也赢不了。老大，我破解它的核心代码了。这玩意的核心是灵能，只要给我时间，我能复制它的精神网络，到时候咱们也能玩幻术了。卧槽，这厕所的卫生也太差了吧，得投诉。我的手长蘑菇了，我变异了，不好了！3号厕所炸了，不对，那里的哨兵失联了。什么鬼？喂，醒醒，你怎么了？卧槽，这是什么鬼？这次的敌人不讲物理了。我的纯天然无污染。我这肉多，一看就好吃。老大，不好了，这病毒能通过空气传播，物理隔离根本没用。把感染区都封锁，用火焰喷射器全部净化。用火烧？你想让咱们自己团灭吗？那你说怎么办？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吗？还是说等着他们自我繁殖，成立一个蘑菇军团吗？看这个，这是怒爪的狂暴基因，俗称暴躁老哥基因，他们俩八字不合。你的意思是用魔法打败魔法？不是用一个精神病去治好另一个精神病。老大，你疯了！你这是在造电，2种病毒基因融合，失败率是99.9%，成功了是疫苗，失败了我们会得到一个爱长蘑菇的狂暴肌肉男。拍个球，我来。老大，我这条命是你给的，现在用它给我们所有人开条路。虎哥，你还有什么遗言吗？来吧。数据崩溃了，他的生命体征在消失，不，他在变成另一种东西，快阻止他！没用，他的肌肉比我的脸皮还厚。虎哥他疯了，他在变强，狂暴和瘟疫形成了正向循环。陆小峰从保险箱里拿出一块枯骨军团的装甲碎片，放入分解仪，从碎片中提取出一小管散发着柔和蓝光的液体。单纯意志没用，必须打破循环链。但愿他屁股上的肌肉别太厚。该打针了，恶虎。好机会。完了，计划总会有意外。技术员 BGM 放大手笑到推广神曲。是老大。世上只有妈妈好。我干了什么？还好，药剂起作用了。随着疫苗的研制成功，全军排队打疫苗，蘑菇也从士兵身上消失。老大，这墙看起来不是很结实的样子，让我去给他开个瓢。别那么轻敌好不好？天穹城的防御力那么高，都被天灾军团攻破了。用不着恶虎出手，毕竟杀鸡焉用牛刀。技术员给天穹城的朋友们送份大礼。
明白，全程网络入侵开始。天穹城的家人们，你们好啊！蝼蚁还敢露脸，不知死活！哪来的土鳖也敢挑战我们天灾军团？卧槽，是屠夫，这下有好戏看了！这群人类蝼蚁死定了，碾碎他们！哦，喜欢装逼？好戏才刚刚开始。没用，卧槽啊！这家伙的护甲比我的脸皮还厚。老大，这玩意开挂，请求场外援助。畜生，你爷爷我在这儿。我操，那是什么玩意？蘑菇吗？他用蘑菇挡住了屠夫的斩击，这不科学！闹麻了，这年头蘑菇都能当武器了吗？怕不是吃多了产生幻觉了？来呀，铁疙瘩，你连我的蘑菇尾气都吃不着。嘿，哎呀！不好，身体被掏空，我的蘑菇吸力跟不上。老大，虎哥快要被打回原形了，快下令激活，全军后撤。啥？后撤？那虎哥他，要不咱再抢救一下？执行命令。另外，让炮兵用炮火将那个铁疙瘩引到步兵营。您是要让步兵对战屠夫怪物，这跟老奶奶单挑灭霸有什么区别？快来，傻大哥！大哥别杀我，我不好吃，你吃我旁边这位大兄弟吧，他肉不？你个狗贼卖队友！我没看错吧？他们的主力大本营是废品回收站。这什么阴间战术？打仗前还得进行垃圾分类培训吗？我懂了，这是要用环保理念感化敌人，太伟大了！欢迎来到我的主场，大傻哥。垃圾分类第一步，金属与非金属分离。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卧槽，这个铁憨憨把自己的核心设置成自爆模式了，这威力能把我们连人带成一起打包送上西天。天穹城各处，街上的民众乱作一团。我的房贷还没还完。刚有老婆就要一起变成灰了吗？孙子，想完自爆，问过我种蘑菇的意见了吗？老大，香菇要顶不住了，蛋白质扛不住核能量，要爆浆了。别慌，还没结束呢。陆小峰将织王者核心猛地接入主控台，紧接着在香菇即将炸裂的瞬间，一个半透明的、闪着七彩光晕的泡泡笼罩住整个香菇。哎呀！天上掉蘑菇了，快接呀！我说过，我不是来破坏的，要知道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啊！此刻的直播间寂静3秒后，瞬间爆炸。卧槽！用蘑菇接核弹，这是植物大战僵尸星际版吗？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直播，我说我刚刚差点见到太奶了，刚以为要嗝屁了，结果天降火锅底料，今晚吃菌汤锅。陆神弄了个泡泡，就把核爆当个屁放了。天穹城的家人们，今天真正的垃圾被回收了，你们自由了。虫子拯救了你们的城市。哦。看来是时候亲自清理垃圾了。妈蛋，这宫殿真暗。那是什么怪物？完了，这怎么打？喂，大家伙，跳槽不？我们这边5险一金双修，还管饭。我操，陆小峰这么狂的吗？真不怕死！主宰可是废土的超级 boss， 当初天穹城在他手下连半个小时都没撑住就破了。这次陆小峰要倒霉了，遇到主宰不猥琐，还跑去跳脸，这不老寿星上吊吗？小虫子，你成功激怒了我，现在你要为你的狂妄而付出代价。
小虫子就是不堪一击。技术好像有点不到家啊。是只王者的核心，该死的虫子，别以为你用了幻术，我就找不到你的文体在哪里。老大，这家伙模型这么大，打起来肯定不用瞄准。老大，数据溢出了，这绝对不科学，这数值他妈的能一拳打死牛的。完了！我刚才在朋友圈骂主宰是铁憨憨，还说了陆小峰牛逼，他不会顺着网线过来打我吧？一定要赢啊！我刚抢的蘑菇还没晒干呢。所有人都觉得我要祭了，那我就祭给他们看。当然，我说的是把主宰打包祭走。你以为你面对的只是我？不，你面对的是所有人。指挥车内警报灯疯狂闪烁，然而陆小峰却是一脸癫狂的笑着。老大，要炸了，真的要炸了，数据太狂暴了。启动，缝合怪派对。天穹城战场，主宰周围浮现出无数扭曲的波纹，伴随着音乐声，无数穿着花棉袄、踩着风火轮跳广场舞的大妈出现在他面前。这什么阴间玩意儿？警告，受到精神污染 ，CPU 过热。给我滚出来，小虫子！他一拳打空，巨大的拳头狠狠砸在扭曲的波纹上，一个蘑菇炸弹忽然显现，炸开。主宰脸上瞬间长满红的黄的紫的，一闪一闪的发光蘑菇。主宰限定皮肤，七彩毒菌，这美颜滤镜开的有点大啊，我竟然觉得有点眉清目秀。陆神这是在给 boss 种草莓吗？手法有点狂野。弱弱的问一下，我们这样说，等会主宰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死得很难看？够！卧槽，所有系统都下线了。这主宰太强了，我们怕是没希望了。找到你了，该死的小虫子，到此为止了。想动我们老大，先从我身上踩过去。老大，快跑！主宰的巨掌在距离恶虎头顶1厘米处猛然停下，他僵硬的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一张小纸条随风摇曳，纸条下幽蓝色的液体正酸腐蚀着他的身体。这是绝续基因？不，找到我又怎么样？送死送得更及时。所有花里胡哨的都是为了这一下。主宰巨大的身躯从胸口开始化作无数光点消散，最后只剩下不甘的怒吼：我竟然输给了小虫子！小峰干得漂亮，你小子真是个挂逼！这次夺回天穹城，你立了大功。经最高指挥部决定，天穹城及周边所有部队指挥权全部移交给你。即刻起，你被提拔为少将，废土联邦最年轻的少将。我操，少将，老大牛逼，以后可以横着走了。我们跟着少将混了。经过上级讨论，我们建议立刻整顿部队，清点损失，原地休养生息。龙将军，恕我直言，这个建议格局小了。小峰，你说什么？我说格局小了。天穹城夺回来了，意味着南方暂时安稳了，但其他地方的联邦人民呢？那里的人民还在饱受战乱，那里的军队还在顽强抵抗。我们要做的是北伐。